看什么看？杂役就得有杂役的样。穿越到这个狗屁修仙世界整整3年了，从地球穿到这鬼地方，成了镇灵宗最底层的杂役弟子，每天就是砍柴挑水扫院子，还得挨打。狗一样的东西，这个月的利钱交不上，还敢拿这种年份不足、连叶子都发黄的下品铁线草来糊弄老子？不说话，还挺硬气。行了，别把他打死了，打死了谁去毒田里干活？陆晨，打碎你左边肩膀，算是你个教训。明天天黑之前，要是还交不出10块下品灵石的利钱，老子就把你另一条胳膊也卸下来，剁碎了扔进灵田当肥料。我们走。孙海，只要我陆晨还有一口气在，今天这一边一脚，来日定要你用命来还。这是3年前被当成奴隶卖进镇狱宗时，在死尸堆里偶然摸出来的东西。3年了，这块石头除了异常冰冷，能在酷暑时带来一丝凉意之外，没有任何奇异之处，就像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顽石。难道我陆晨今天真的要像一条野狗一样死在这个杂碎手里？我不怕死，但我恨自己死的毫无价值。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在柴房里吗？没有天空，没有大地，这些黑雾好冷，冷得让灵魂都在发抖。那是什么？好恐怖的威压！通体漆黑的残片巨碑，这难道是刚刚那块黑石？镇狱碑，上古极道魔器，内含无上劫子空间，外界1日，碑内1月，境界提升，可解锁无上传承。碑体受损严重，本源干涸，检测到宿主骨灵与凡人之躯，执行新手极道灌顶。外界1天，碑内1月，自带功法传承。在这人吃人的修仙界，这就是我陆晨最逆天的改命之机。来吧！主修心法吞天诀，水入万物，百无禁忌，杀伐无忌，可突破罡气，阴毒至极。这是我陆晨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极道吞天诀，给我抓！比起像野狗一样被人踩在脚下，这点痛算什么？碎喉摧心手，没有花哨的法术，只有最纯粹、最致命、最不讲道理的杀人技。整整1个月了，终于跨越了仙凡天阙，达到了炼气1层。镇狱碑的能量已经耗尽了，但足够了。孙海，现在该算算我们的账了。暴雨还在下，一切都进入前一样。在空间里面修炼这么久，外界竟然只过去了不到3个时辰。那是孙海的住处，本应该谋定而后动，但来不及了。明天他就要卸我的胳膊，绝不能让他活到明天天亮。今晚就送去见阎王。暴雨是最好的掩护，连最尽职的巡逻恶犬都缩在窝里发抖，真是个杀人的好夜色。不能急，孙海在炼气3层浸没了10几年，而我满打满算踏入炼气1层不到2个时辰，正面对抗，一旦惊动了宗门之法堂，我必死无疑，必须一击毙命，连让他呼救的机会都不能有。在镇狱空间摸索出的妙用，重力压制，虽然只能覆盖身前3尺，但在生死相搏的瞬间，这3尺重压就是斩断生机的死神镰刀。112、113，这帮穷鬼随便挤一挤，还是能榨出不少油水的。等明天天一亮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陆晨那废物的另一条胳膊也卸了，杀鸡儆猴，下个月的利钱起码还能再涨1成。反正只要不死人，上面那些内门老爷才懒得管杂役的死活。谁？门没锁，外面什么都没有，难道是风吹的？找死！镇狱压！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动不了了。半息的时间足够你死上10次了。碎喉摧心手，给我破！咕噜！弱肉强食，这修仙界的规矩，我陆晨
学会了用人命填补石碑，再用石碑反哺己身，使境界稳固。这极道吞天诀，果然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无上魔棍。伪装成魔修作祟，管事在暴雨夜被魔修潜入吸干，这无论怎么看，都比一个断骨的防人杂役暴起杀人要合理的10000倍。阴气咒，下品金疮药，穷鬼，克扣杂役，倒卖灵草，竟然还和内门弟子暗中勾结。孙海啊孙海，你还真是给我留下了一张保命的催命纸，好东西。有这玩意儿在，内门那些心虚的老爷们绝不敢深查下去，他们只会急着把案子定性为魔修作祟，火速结案，以免拔拔出肉带出泥。明天天一亮，执法堂必会来查。一个本该断骨等死的残废，若是生龙活虎地站在这里，哪怕不是我干的，我身上的秘密也绝对会被扒得一干二净。要装，就得装得天衣无缝。对自己，要比对敌人更狠。练息诀，给我封！将修为彻底封死在镇宇碑下。死人了！管事大人被吸干了，魔修有魔修！新的一天终于到来了。滚出来！所有杂役立刻滚到管事院外集合，违令者就地格杀！晦气的废物还没死透，给我出来！一击捏碎颈椎，随后用极其霸道的魔道功法，在10息之内吸干了全身精血。不仅如此，连孙海贴身藏在枕头底下那本册子也不翼而飞了。是魔道探劫潜入，还是内门那几个死对头故意雇人干的黑活？执事大人，唯独少了4个人，昨晚逃进后山了，正在追捕。哼，逃了！做贼心虚，抓到直接喂妖兽。昨天白天是谁被孙海打断了骨头？就是他。回大人，此人叫陆晨，昨天交不上力前，被孙海一脚踩碎了左边肩胛骨。刚才拖的时候正发着高烧，处于半昏迷状态。抬起头来，大人，饶命！哼，真是一个烂透了的废物。执事大人，这小子怎么处理？看样子活不过今晚了，不如直接扔进乱葬岗。扔乱葬岗多可惜！丁字号黑土灵田最近不是跑进去了一窝赤眼妖鼠吗？那些铁线草正是长根的时候，没人除草可不行。可是大人，丁字灵田可是毒田，这小子送过去就是给妖鼠送口粮啊！口粮就口粮，死了就当给灵田施肥了。把他扔过去，派只刘应鸟看着。如果他真有什么秘密，在妖鼠嘴里自然会吐出来。遵命。日落之前，把这片铁线草周围的杂草除干净。除不完，明天就不用吃饭了。那是刘影鸟，朱明辉的眼线，只要一丝力波动，画面传回执法堂，我就完了。这老狗果然没心。不能动，不能暴露。这块肉换你性命，值。刘影鸟飞走了，监视解除，
这场苦肉戏值了。内门弟子的服装，灵药阁。真是晦气，一个没有灵根的废物杂役，要死不知道死远点吗？你这凡人一身的臭泥，要是渗进这片黑土里，坏了我这片铁线草的根基，就是把你大卸八块的当肥料都不够赔的。哼，装死是吧？带着你的老鼠滚出我的灵田，别脏了我的地界！这生机竟然是在救我！不可能！万古灵体，枯木逢春，可肉白骨，活死人，对天地万物有天然洗涤之效。枯木逢春体，此体质之血，乃修仙界最顶级的人形血药。在这魔窟，怀璧其罪，他比谁都怕。怀揣这种逆天体质，在这魔窟里，他一旦暴露，下场比我还惨10000倍。所以必须伪装，必须比任何人都刻薄。在这吃人的地方，这瓶药我收下了。戏演完了，苟住才能活下去，活下去才能还他那条命。他竟然没死！丁子浩毒田可是有赤眼妖鼠出没的啊！连炼气1层的外门师兄都不敢一个人去，他一个被打断了骨头的残废，怎么活着回来的？看他的腿，我的天，骨头都露出来了，这还能走路？这家伙是个怪物吧？主子，那陆晨活着从毒田回来了。哦，流萤鸟传回来的画面怎么说？画面显示，陆晨在除草时遭遇了赤眼妖鼠的袭击，他被吓得跌倒，恰好躲过了咬红的致命一击，但右腿被生生撕下了一块肉。在生死关头，他像发疯一样用一把盾镰毒刀捅穿了妖鼠的脑门，完全是靠着狗屎运和濒死爆发的蛮力。而且他回来的时候，伤口已经严重感染化脓，整个人只剩下一口气吊着。属下暗中观察过，他身上确实没有半点灵力波动的痕迹。我就说一个反骨能翻起什么风浪，不过是命硬点的臭虫罢了。那孙海的死还有账册的事，与他无关，必然是内门那几个老东西派杀手干的。传令下去，封锁消息，就说孙海是修炼走火入魔暴毙。至于陆晨那个废物，既然命大活下来了，就让他继续在毒田除草，不用管他。是死是活，听天由命。遵命。朱明炼魂的关卡用血肉迈过去了，接下来是蛰伏。最透明的存在才是最安全的棋子。炼气1层巅峰远远不够，阵域空间虽然有着外界1日杯内1年的逆天法则，但每一次开启都需要消耗极其庞大的本源能量。孙海的血只补了1道裂痕，这点能量开启不了第2次时间流速，更解锁不了筑基传承，必须找更强大的能量源。杂医院不能再动手了，孙海的死已经引起了执事堂的警觉。既然人血不够，那就去后山宗明禁地。魔气，镇月碑连毒液怨气都能吞噬，这上古魔气不过是稍大补些的养料罢了。等腿好了，便是我去掀翻这宗门底蕴之时。接下来的半个月里，我完美扮演了一个废物，每天依旧去除草，遭受欺凌，但伤好了70%。后山禁地的路以及巡逻规律也摸清了。乌云蔽月，狂风四起。今夜，要么我死在禁地，要么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藏古渊，
常年笼罩在致命的毒瘴与魔气中，即便是筑基修士也不敢轻易涉足。最危险的绝地，就是最安全的狩猎场。好纯粹的能量，但仅仅是外围的雾气，还远远不够填饱它。必须深入核心。狗道第一律，绝不贪图超出能力之外的意外之财。那上面全是催命的阵法。这下线竟然是一个超级封印阵法。那不是血，是散发着毁灭气息的真火岩浆。那些金色锁链竟然在强行抽取他体内的魔气本源。这就是镇狱宗开办祖师镇压的上古魔头，哪怕被封印的只剩一口气，这股蛰伏的魔威绝对超越了金丹元婴的极限。这是上古大能。该死，镇狱杯的目标不仅是魔气，还有封印阵法核心的九阳真火。疯了吧，这可是连上古魔头都能镇压的绝世杀阵。我一个炼气2层的蝼蚁，碰一下锁链绝对连渣都不剩。不能贪，拿外围的魔气就走，风险与收益完全不成正比。没有绝对把握之前，苟住才是王道。不能贪，得赶紧离开。那魔女动了，怎么会？这是直接砸在神魂上的威压。区区一个炼气期2层的蝼蚁，竟然能穿过本座外泄的乱神魔障，走到这里，给本座跪下！这是神魂烙印，不能跪。极道吞天诀，给我开！前辈，您被困在这里几千年，一见面就只会欺负一个炼气期的晚辈吗？有意思。你的神魂里竟藏着一件连本座都看不透的宝物，蝼蚁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。给我下来！蝼蚁，现在你不仅命在我的手里，就算我不杀你，这九阳大阵的阳火也会在3息之内将你烤成飞灰。前辈说的对，我这种蝼蚁确实不配入前辈的眼，但如果这只蝼蚁能咬断困住前辈的铁链呢？你找死！不够，还不够，给我全部吞掉！3000年来第一次松动，这不可能！你身上到底是什么东西？3成能量，这具魔躯动摇了。现在的我有资格谈条件。前辈，买卖不是这么谈的。现在我们可以平心静气的聊聊了吗？好一个不要命的小疯子，说吧，蝼蚁，你想要什么？第一，我要一门能完美隐藏气息的顶级秘术，这种垃圾外门的敛气诀配不上我的命。第二，我要一套足以让我在炼气期保命的逃生之法。我帮前辈吸掉这大阵3成的九阳真火，让这锁链松动。至于剩下7成以及如何破阵，那是前辈自己的本事。我只负责敲门，不负责拆房。你算计的倒是很清楚，但你凭什么觉得本座会受你的？因为前辈已经在这里被困了3000年，如果我死了，前辈可能还要在这里再困3000年，甚至3万年，直到被抽干本源而死。我不怕死，但在死之前，我也绝不会让别人好过。好，本座就喜欢你这种无耻、贪婪又不择手段的无赖。这是本座的成名绝学无相千幻与血影盾，不仅能完美改变你的容貌气息，连金丹期都看不出破绽。那血影盾更能让你在燃烧精血的情况下瞬间遁出100里之外，能参透多少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。现在，小疯子，让本座看看你的牙口到底有多硬，
能不能把这该死的锁链给本座咬下一层皮来？镇狱，给我往死里吞！吞，给我吞！不能再生了，经脉承受不住了，再下去我会彻底失控。给我压下去！果然有效果。3成，刚刚好。3000年了，赵无极，你镇狱宗困了本座整整3000年。今日这笔血债，本座要让你们用满门的骨血来偿还。给本座碎！什么承诺，什么交易，都是放屁。魔头脱困，必先清场。狗道准则第1条，永远不要即将倒塌的汪房里观看大象。好警觉的小狐狸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罢了，念在你帮本座脱困的份上，今日便饶你一命。若有缘道要看见无耻的蝼蚁能在这吃人的修仙境爬到多高。地奇，魔气冲天，是后山藏卜渊的方向，大阵破了！我的天，那是什么怪物？大胆魔女，休得猖狂！区区5个连元婴期都没摸到的后辈，也敢在本座面前犬吠！今日，本座就用你们的金丹来祭奠本座3000年的岁月。好机会，只要冲出山门，我就彻底自由了。该死，躲不开！精血为引，遁影随形，血影遁起！活下来了。这血影遁术果然霸道。但对肉身的负荷确实达到了极限。修仙之路本就是逆水行舟，能多活这一日，便算是一场修行。沈春娘，若能再见，这份恩情我自会报还。当务之急是寻一处安全之地，疗伤稳固修为，并规划好往后的修行之路。200多灵石，加上这些杂物，勉强够我在大山边缘落脚了。云渊城黑市，希望这上面的暗号能换到我需要的阵法材料。藏古渊积攒的魔气，终于够第2次打开镇狱碑空间。既然这镇狱碑以魔气为食，那我便让你吃个够。开！在这镇狱空间里，无论是人是妖，都逃不过这碑石的镇压。既然成了养料，那就乖乖的融进去吧。这镇狱碑炼化魂魄，果然霸道。炼气3层巅峰，根基已固。现在的我，才算是真正踏入了修仙的大门。在这蛮荒的修仙世界，终于有了一丝根本。这块地窖平日里难见个生面孔，小子，
把楚代留下，兴许能留你个全尸。一人近战，一人藏匿暗处，必须小心应对。两位，我不过是个在山里讨生活的穷散修，身上真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家里还有老小等米下锅，大家都是求财，不如我行个方便，让我过去。给你方便，给你方便了，我们兄弟今晚去玉春楼就不方便了。这弩箭有麻痹毒素，正好借着毒性，让他们放松最后的戒备。成了。故意给你卖了个破绽，就趁现在。不，饶命！大荒之中，此位极易引来嗜血的妖兽，必须在毒发攻心前找到一处安全之地。云渊城必须进去。停下！入城费2块零食，站到赵古镜前。赵古镜通过骨骼密度合眼修为，得想办法避开镇宇碑的气息。刚才在外面和几个不长眼的火拼了一场，死了几个兄弟，晦气。行个方便，让我进去歇歇。进去吧，别在城里闹事。阴沟里的老鼠，总好过荒野上的死尸。只要在这里，就有翻盘的机会。距离来到云渊城已经过去了整整半年，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这半年来，我伪装成一名中年散修，在坊城里倒卖点杂物。我卖的这些东西，都是意图杀人越货，最后被我反杀之人。一些用不到的物件，便会把拿去摆摊卖掉，换取一些修炼资源。7个了，镇玉碑里也已经祭进了7条魂魄，炼气4层还是太弱了。镇玉碑的裂痕仅仅修补了毫厘，杯水车薪。想要重回巅峰，仅仅靠那些废物结修远远不够。看来该去寻一些更高阶的养料了。胡老师，这个月的摊位费该交了吧？王爷，这个月生意惨淡，连买朱砂的钱都快没有了。您看能不能宽限几日？你这破符画的跟狗爬一样，谁会买？少废话，3块下品灵石，少1块，老子今天就把你这病老鬼的腿打断，扔出去喂野狗。3条人命，20块灵石，外加招惹来筑基期管事的风险，这笔账亏得血本无归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留你们多活几天。哎呦我操！你这老东西要死远点，真他娘的晦气！王爷息怒，我交。算你识相，嘿！3块下品灵石，买我3个月的安稳，这笔买卖划算。小二，这位爷，您打听点什么？最近有没有能洗金伐碎的天地灵物的消息？年份越久越好。老客，您这胃口可不小，能洗金伐碎的东西，哪件不是那些大宗门垄断的至宝？这云渊城上哪里会有？不过最近几天，暗室里确实流传出了一个要命的消息。据说，在向西3000里的黑风林深处，震出了一个上古修士的作画洞府。在那洞府的核心区域，有人闻到了极其浓郁的异香。经过几个老江湖的推断，
那极有可能是传说中能够让人脱胎换骨、稳固极道根基的至宝地心灵乳。消息准确吗？8、9不离10。现在镇上那些排得上号的狠人，都在暗中招兵买马，准备去黑风林里分一杯羹呢。不过老客，听我一句劝，您这身子骨，还是别去趟这浑水了，去了就是送死。赵老大，咱们这次去黑风林探那作画洞府，高端战力有咱们几个足够了，但那上古洞府里到处都是要命的残阵和陷阱，咱们需要几个探路石啊。招募告示已经放出去了，条件很清楚，修为不能太高，炼气中期以下最好，免得见财起心反水，但必须神识敏锐，或者懂点阵法皮毛，重赏之下必有永福。什么晦气东西也敢往这里凑，滚远点！大人息怒，小人顾老师看到告示说招募探路的人，小人虽然只有炼气4层，而且身受暗伤，但小人是个制符师，常年画符，神识比一般人敏锐得多，对灵力波动极其敏感。哦，赵老大，这病咬鬼行不行啊？别还没进洞府就先病死了。哎呀，顾老弟，快请起，咱们都是散修，混口饭吃都不容易。只要你能在前面帮我们探明那些危险的灵力波动，事成之后，我做主分你1城里面的宝物，绝不食言。多谢赵老大，小人一定肝脑涂地。黑风林的瘴气比坊市传闻的更烈，不过这正是我用来掩盖灵力波动、埋下阵基的绝佳屏障。真他娘的慢！赵老大，这病老鬼到底行不行啊？咱们都在这破林子里转了半天了，连个洞府的影子都没看到。闭嘴！黑风林里上古残阵多如牛迷，你想死没人拦你。顾老师，你可得看仔细了，要是踩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姐姐第一个拿你喂我的宝贝蜘蛛。是，小人明白。怎么回事？前面有古怪，小人刚才感觉到那里的灵风流向是逆转的，像是书里记载的连环阵气机。好，干得好，顾老弟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这颗丹药你拿着，只要你继续好好带路，事成之后，我绝不亏待你。多谢赵老大，小人一定尽心竭力。有人在斗法，全体练习，前过去看看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是真玉宗的执法队，这帮火阎王怎么会在这里？沈春娘，怎么会是她？脏了灵田。冥顽不灵的贱人！李师兄看中你的枯木逢春体，要收你做双修炉鼎，那是你这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竟然敢打伤执事叛逃，今天你插翅难飞！废话少说，李师兄要活的，把他的手脚全部打断，再用锁骨针封了他的经脉。我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让你们这群畜生如愿。枯木诀，千叶杀！找死！
厉师兄只说要活的，没说不能是个残废。我先砍了你这双腿！什么人？哈哈哈哈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竟然是传说中的枯木逢春体，这可是修仙界有价无市的人形大药啊！这女人的生机极其浓郁，如果老子能把她采补了，别说洗精伐姬，就算是直接冲破筑基期，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大老大，恭喜啊！这女人归你，那这2个镇狱宗弟子的身家，咱们兄弟可就分了。随便分，老子只要她！别过来！小丫头，别怕，只要你乖乖配合，让赵爷我好好吸一口你的精纯生机，我保证让你死得痛快。我就是死，也绝不让你们碰我一下！天罗毒阵，起！落到我们手里，你想死都难。干得好！这娘们性子烈，毒蜘蛛，你先用毒针封了她的奇经八脉，老子现在就要在这里吸收生机。我给过自己无数个苟下去的理由，但这世上，陆晨总有一笔账，是就算把天捅个窟窿，也必须得还的。顾老师，你犯什么失心疯？名门正派的独门的女修，高高在上的内门仙子，老子这辈子连女修的手都没摸过。赵老大，求您开开恩，让老子先尝尝这天鹅鱼的滋味。这出我看上了，给我当双修顶楼吧。你这老鬼，找死吗？滚开！别碰我！你这恶心的！别躲呀！朕欲千军坠，既然不肯伺候老子，那就给老子去死！该死的蠢货，老子剥了你的皮！枯木血断！顶炉跑了！操！这贱人竟然还能施展血盾！别追啦！那是燃烧本源的血盾之术，速度堪比筑基期。这黑风林里到处都是陷阱，你们追进去就是送死！顾老师，你他妈的竟然敢坏老子的好事！赵老大，这老不死的色令智昏，竟然一脚把老娘的阵旗给踩烂了，让我把他做成人肉毒桩，活活疼死他！大人饶命！赵老大饶命啊！小人真的是鬼迷心窍了。小人活了60岁，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。刚才看到那仙子脑子一热就冲上去了。小人该死，小人手脚笨踩滑了，小人不是故意的。赵老大，求您看在小人一路上尽心尽力探路的份上，饶小人一条狗命吧！我饶你大爷！赵老大，且慢！且慢啊！且慢啊！赵老大，那女人受了重伤，又强行施展血盾，绝对活不过今晚。而且她逃跑的方向正是这片废墟的核心区域，那里灵气极为浓郁，一定是地心灵乳的所在。地心灵乳？对，小人虽然该死，但小人的鼻子灵啊！小人刚才在这个阵法边缘闻到了一股极其精纯的地心石中乳的味道。那女人慌不择路，更好往那边跑了。如果我们现在追过去，不仅能拿到灵乳，说不定还能在半路上捡到那女人的尸体。赵老大，这老鬼虽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但他那狗鼻子确实有点用。核心区域的阵法肯定更加凶险，不如留他一条狗命，让他走在最前面，等拿到灵乳再杀他也不迟。老东西，你的狗命暂时保住了，爬起来，继续给老子带路。要是再出一点差错，老子活剥了你的皮，把你的心肝掏出来下酒。
多谢赵老大不杀之恩，小人一定死而后亡。这香味儿绝对是地基灵乳，错不了。顾老师，算你这条老狗还有点用。去，走在前面，推开石门，进去探路。赵老大，里面是一条走廊，好像有阵法波动。哼，废话，上古洞府能没有阵法吗？赶紧给老子往前走！要是敢耍花样，老子一刀劈了你！左前3步，安全；右平1、2步，安全。这老东西的神识还真特娘的准，竟然连着避开了3个隐形陷阱。他也就这点探路的价值了。等到了尽头，他的死期也就到了。这块砖安全。磨磨唧唧的，赶紧走！不对，有陷阱！退！退！全都退好！不是我，小人不知道啊。那块砖明明没有灵力变动的，小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触发机关啊！李大侠饶命，赵老大明鉴啊！顾老师，你敢阴老子，老子杀了你这个废物！赵老大，你王兄弟，别怪哥哥心狠，你右臂断了就是个废人，接下来的路那么危险，哥哥我总不能分心照顾你吧？再说了，少一张嘴，哥哥我就能多分1滴地心灵乳，你说对不对？站起来，继续带路。下次要是再看走眼，你的下场就跟他一样。是，多谢赵老大不杀之恩，小人一定睁大狗眼。第1只猪梨被同伴吃了。赵括啊赵括，你这把刀真是极其好用，好用到我都舍不得让你死得太早了。7只猎物，现在只剩4只了，离终点也不远了。终于到了。哈哈哈哈！是真的，真的是地心灵乳！赵老大，别急，灵乳就这么一点，顶多够2个人洗精伐髓。咱们这里可是有4个人呢。毒寡妇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独吞？风老怪，瞧你说的，姐姐怎么会独吞呢？只是既然宝物不够分，那自然是谁的本事大，谁就拿大头了。贱人，你敢阴我！死吧！毒蜘蛛，你找死！赵老大，这九幽绝毒配你刚好，不如把灵母让给我。咬吧，往死里咬。等你们流干了最后一滴血，就是我极其从容的送你们上路的时候。赵老大，别挣扎了，这毒无药可解，你越是用力，死的就越难看。放屁！你真以为老子纵横10几年就这点手段？本来这压箱底的宝贝是留给筑基老鬼的，今天就用它把你碾成肉泥！给老子出来，撕了他！这是筑基旗铁狮，你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？哈哈哈哈！老子当年挖了魔修大能的祖坟，9死1生才带出这宝贝。
今天就用你的血肉喂他！哦，给老子撕了他！该死！赵国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老子赢了，老子活下来了。只要喝了它，不仅解毒，还能突破筑基。铁石，守住入口。你到底是谁？赵老大，戏演完了，该结账了。杀了他！给我撕碎他！筑基期的肉身力量确实极其恐怖。如果是活着的筑基修士，我现在的实力连一招都接不下。但极其可惜的是，你拿来对付我的是一具死尸，而我陆晨是专收死人的活阎王。镇狱开！镇狱碑上古极道魔器，它吞噬万物，更是天地间一切邪祟、死气、魔障的绝对天敌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你极其聪明地算计了所有人，但极其可惜，你唯一极其愚蠢的地方，就是极其自大地留下了我这条狗命。别打我！炼气期5层突破。这就是脱胎换骨的感觉吗？这灵乳果然霸道，竟然直接帮我洗净法髓，修为也直接跨越3个小境。如今炼气8层巅峰。10万大山外围已有自保之力。下品灵石2300块，中品灵石50块，2阶下品防御法器2件，极品攻击法器3件，阴毒散灵毒药和暗器12瓶。这丰厚的家底总算没白熬这场戏。镇狱碑第2层空间蠢蠢欲动，只需合适时机便能再入其中，毫无顾忌的参悟极道武技。大丰收，该体面的收尾了。是时候清理一下现场了。赵况、毒蜘蛛，你们的死将是开启我极道之路的第1块垫脚石。又是熟悉的大雨。枯木逢春体，这气息是沈春娘。她还没死。7、8道筑基与炼气巅峰剑气，灵药阁的女管事，终究还是被镇狱宗逼入了绝路。麻烦的女人，狗道准则，不要为了不相干的人暴露自己的底牌。但这世上，陆晨总有一笔账，是就算把天屠了，必须得还的，必须得还的。沈管事，跑不动了吧？李师兄对你可是痴情的很，不仅大度的原谅了你打伤执事叛逃的死罪，还特意派我们把你请回去。不过李师兄只说要活的，
可没说我们兄弟不能先替李师兄验铺啊！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畜生，我就算是化作厉鬼，也绝不会让你们这群恶魔碰我一下！想死，在老子面前，你连死的资格都没有！给我把他的手脚筋全部挑断，然后封死他的丹田！哼！什么人？哪里来的不长眼的散修老狗？镇狱宗办事，滚！哼，老不死的，找死！太吵了！老子！花拳绣腿，这不可能！你到底是谁？在我面前，你走得掉吗？下辈子投个好胎。是你别过来！你杀了我吧，求你杀了我！啊，滚开！想死？问过我了吗？你之前在黑风森林也是救我，为什么要救我？丁字号毒田，一瓶金疮药，一丝枯木逢春的生机。我陆晨这辈子从不欠死人的情，你当初救我一命，我现在还你一次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不拖不欠，你的命是你自己的了。你真的只是为了报恩？我刚才说过，我不喜欢欠人因果。你叫陆晨对吧？我叫沈春娘，镇狱宗内门灵药阁管事，曾经的管事。李长风为了修复他受损的道基，想要抽干我的枯槁木春体的本源，我拼死逃了出来，但血遁之术反噬极重，我现在连个凡人都不如了。所以你现在是个累赘，我也没能力带着你。我救你是因为因果，但这不代表我要带着你这个麻烦。等雨停了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我明白。真他娘的晦气！这鬼天气说变就变哟！今儿个财神爷显灵啊！不仅有个避雨的干窝，还有这么个水灵的娘们儿。对，嘿嘿，老大，那小白脸怎么处理？老规矩，小子，借个火烤烤身子，顺便把储物袋和这娘们儿留下，老子发发善心，留你一具全尸。三位好汉，在下只是个碰巧避雨的落魄散修，储物袋里只有几瓶不值钱的甘草药，不如拿去换几口酒喝，大家和气生财。和气生财，呸！找死！这怎么可能？演够了吗？那就去死吧！镇狱呀！醉猴催心手！点子扎手，并点子上用毒。雕虫小技，
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杀人技。怪物，你是魔修！现在才想走，晚了。极道吞天诀，吞！麻烦解决了。谢谢。我说过，你我两不相欠。我杀他们，只是因为他们要找我的麻烦。雨停了，该上路了。你要去哪里？不知道，天下之大，总有容身之处。这些东西足够你在凡人世界衣食无忧的过一辈子了。记住，财不可外露。在凡人眼里，哪怕是一块下品灵石，也足以让他们铤而走险。谢谢你，陆晨，这份恩情，我沈春娘永生不忘。他在跟着我。你还要追到什么时候？沈管事，这雨林的瘴气能把你的肺腑腐蚀成血水，去凡人城镇，而不是跟着一个随时会去地狱的人。我也没说要去当仙子。镇狱宗不会放过我，凡人城镇也只是苟延残喘。跟着你，至少我知道你是真的敢杀人。跟着我，你会死得更快。别以为我救你一次，你就能在我面前讨价还价。我不需要你保护，我只是不知道该去哪儿了。趴下！哈哈，小子，你倒是警觉。可惜，镇狱宗圣子李道然亲自发了血杀令，你们插翅难逃。圣子点名要这女人的活口。至于你这野种，提头来见，上中品灵石1000，拿我的头换赏钱，就怕你们命贱，无福消受。好快的速度，接阵！第一个。喂，这根本就是一头披着人皮的怪物，这赏手老子不要了！谢罪！来了还想走？中了我的幽冥毒，你下辈子别接你杀不起的悬赏。滚开！你再硬撑下去，你的心脉就彻底断了。我虽然没了修为，但灵药阁的医力我刻在骨子里，我能压你的毒素和反噬。快了，再翻过这座山头，找个隐蔽的溶洞就安全了。我一定行的，坚持住！臭丫头，你还真是不知死活！今日我就送你们这对鸳鸯一起在泥潭里做花肥！陆晨，陆晨，你别死！
你的内脏受损严重，我只能先用雨林里的禁瘴草帮你封住心脉。这个送给你。多事，勉强能用。枯木逢春体，果然还是留下了印记。李圣子放心，在这10万大山山腹以不加海地，只要人还在，就逃不出我13鬼的嗅觉。活戳沈春灵，至于那个狂徒，直接砍成肉泥喂妖兽。不好，是禁灵阵。何方鼠辈，有种就现出真身！小子，你以为躲在深山老林就能避开镇雨宗吗？别派爷！该死，他们知道溶洞的位置了。该死，这是调虎离山。极道碎魂，血影盾。哈哈，小子还想做一对苦命鸳鸯，真感人。哈哈哈哈哈！放开他！快跑！凭你也配跟我谈条件？摇尾乞怜，才是你这种底层蝼蚁的宿命。我绝不会让你动他。枯木逢春，献祭。不，春娘停下！走，我带你去杀人。杀！冲车！你这个怪物，我有护体灵宝，你杀不了我。下辈子别接你杀不起的悬赏。啊！不准走！我陆晨两世为人，第一次女人肯为我付出生命。春娘，你等我。
你的命阎王收不走。纵使逆转轮回，杀穿九幽，我也定要你重临人世。